20秒片头。坊间冷暖，上海温度，我是凯旋，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新闻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难题。家住浦东新区路与路附近的居民向我们的栏目反映称每天凌晨的4、5点钟的时候他们都能听到自家的楼下有响亮的公鸡打鸣的声音，声音有的时候呢还此起彼伏，十分的扰民。而这划破寂静夜空的一声声鸡叫，原来是来自附近临街商铺门口的一辆3轮车上。为了查明缘由，今天一早我们的记者雨佳就赶到了现场。雨佳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这个味儿太对了，这个连线的感觉是吗？好的，凯旋您好，我是雨佳。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浦东新区的路。那有市民爆料说在每天清晨的3点半到5点之间，会有此起彼伏的鸡鸣声，而且非常的刺耳，影响到了他的休息。而声音的来源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斜后方有一辆上面有着蓝色布子的3轮车。原因呢，是因为每天晚上的凌晨，在这辆车上会满载着一车的活禽，足有10几只。而在第2天早上，这些活禽会进行售卖。究竟这个情况是如何？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它对我们群众的生活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我们也把爆料人请到了我们的直播的连线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困扰和诉求。好的，有请。你好。你好，可以先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你遇到的一些困扰你的情况吗？因为这边它有鸡鸣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我前几年搬过来就一直有，特别扰民。那它每天叫鸣的时长大概要持续多久？一般是1、2个小时，而且叫声的持续的时间和它的频次，一般是看它每天的鸡的性别和公鸡的数量而定。因为如果都是母鸡的话，它可能当天它就不打鸣。鸡的性别很严谨。没有，因为今天早上他们没有听到声音，然后结果就说今天怎么没有叫呀？他说因为今天卖的可能都是母鸡。那您现在就是因为找到了我们栏目组，我们需要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那您现在有什么相对于的困惑，或者说需要我们想去帮您对接的诉求呢？如果是售卖活禽的话，希望还是有卫生的一些检疫的程序，然后包括会有正规的营业的一个许可。因为上海市有颁布一个2024年20号的一个文件，这边也是严令禁止在非固定的摊位这边是售卖活禽。明白。那您是只是听过这个声音，还是说您有到线下去买过它这个鸡呢？我这边是暂时没有买过。你出来准备一下了在那里准备好就好，在那个红色的位置。好的，明白。好的，已经了解了您的诉求，谢谢，谢谢。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活禽交易的定义活禽交易是指合法养殖的禽类在市场中进行销售、宰杀以及加工的行为。那在今天的凌晨，我们就在这辆3轮车的对面，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进行了一个蹲点。那在早晨的4点20分，有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它将一车的活鸡和活鸽子来搬到了这个马路的对面，也就是这个位置。之后呢，它在夜色朦胧当中，把2笼子鸡从大货车上搬到了这个3轮车之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把这个笼子上的鸡肉一个一个的放入了这个邻里自提点，可以给那边一个镜头，邻里自提点里面的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而之后我们又去实地去买了一只鸡，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当时买的一个活鸡。那可以看到它现在还是一个整只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选定鸡之后，就在这个海鲜店门口，店主给我们进行了鸡的一个屠杀，屠杀。屠杀吗？他刚才提到你说对那些鸡进行了屠杀，用词。这些活禽究竟是从哪里来？根据上海指把方圆10里的鸡都杀了。那这些禽类。雨佳有时候用词不是很准确，但是它总体还是蛮顺的，讲得很清楚。今天早上到底什么状况，那些描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根据上海市
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也明令的禁止了活禽交易的行动。这些禽类为何会在路边的门面进行售卖呢？那今天我们也把沪东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唐请到了现场。唐队你好。你好。你好。刚刚我们的爆料人有进行过这样一个投诉的行为，那您这边是有收到这个投诉的反馈吗？是的，我们在前期确实收到过相关居民的投诉。那么我们当时到现场来看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有发现他有实际经营的这个行为。并没有发现实际经营的行为，但当时在这个门面里看到活禽了吗？门面里面当时他只有卖的相关的一些猪肉什么的，活禽确实没有看到。活禽是从第一次来我们来线下一直到后面的还有来过吗？我们分别3天3个不同时间段来过，都没有发现。对，像他这些问题都是有必要的。他等于在现有的基础上想到能再追问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对，这一点很棒。真不错。都没有发现活禽的一个现象。那咱们这个城管部门在对于活禽这方面的治理方面，我们的职能的范围大概在什么地方？只有是针对家庭饲养这块是有一个相关的条例的。那么针对他这种商铺里这个经营啊、交易的这种行为，目前是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白，就是现在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说是对里面的一些交易行为，我们城管部门能去做出一些处罚的行径。那投诉人投诉的结果是划归到了我们的城管部门，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管，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城管虽然针对他这个活禽交易不能直接进行一个管理，但是针对如果他是涉嫌这个跨门经营或者是占道经营的话，这一块是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管理和处罚的。可以出来准备。明白，好的，谢谢唐队，谢谢。那针对刚刚唐队所说的啊，可能城管的管理区域就是在这个门面店以外，那门面店以内由谁来管呢？那我们也请到了沪东市场监管所的副所长，有请。您好，那刚刚我们的城管部门说，它的一个职能范围主要是在这个门店之外，那门店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归咱们管呢？认真不错啊。最后1分钟，利落。但是这是正管，给1分钟有点短了。应该对。是这样的，那么根据我们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门店内的一些违法经营行为，如果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是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处理的。那之前这种现象，你们有接到过反馈吗？根据活禽交易管理办法呢，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是主管在市场内的活禽交易行为，那么在市场外的活禽交易行为，我们这边没有明确的执法权。您指的这种个体商户，它不属于市场之内的经营吗？对，不属于。这就我说的嘛，它其实没有明确的法，它有个规定。他们管市场类，那城管呢只能管占道，又不能管门面内。那是如何定义的呢？说我们市场的话，根据活禽交易管理办法，对于市场的定义是指专门的集贸农贸市场。好，明白了。好，谢谢所长，谢谢您的解答。那我们可以看出啊，无论是从城管方还是从这个市监督所的这个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中间好像是存在着一个没有办法去单独进行治理的一个区域的。那这个区域究竟之后该如何治理，而之后的发展又该是如何？那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报道。好的，凯旋，以上就是我这边现场的所有了解到的内容。不错，可以拉回去上班了。5秒交接，利落，真棒。好，雨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了解，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关注一下，希望你为我们解答一下。啊，临时提问。我天。好的。考察来了。凯旋在发问。好，那第一个问题，刚刚你也有去问过城管执法部门，他们也有提到，他们应该是去检查了3次，但是都没有看到。那我想可能人防是达不到24小时的监管，但是比如说该个街道或者是商铺门口有没有定点的监控可以做到技术防护呢？有没有拍到过类似的交易行为呢？好问题。漂亮。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周围进行了一个监控的一个排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条线上，可以看到其实是有布着一些小监控的，可以看到吗？在2个门牌的中间是有那种小监控的，但是这个监控究竟是否有拍到他们这种违法的交易行为，我觉得我们这里还需要再去深入的调查一下。很稳哦，很稳。确实可能还要去在联合公安那边去进行一个解答。他这个收得很好。这个商铺的，它是
个反应很快，因为他们应该没有关注过，之前没有关注过，但他就临时看到了。好的。我有看到你今天是采访到了一位市民，他应该是受到干扰的市民。那我想，这个商户能在这条街进行买卖和交易，他一定是有相应的受众的，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向他们科普买卖活禽会可能带来的健康和卫生的风险吗？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群采的时候，也对观众们进行了一个摸底。我们去采访了他们，说你们究竟是否对这样一个法律法规是有认知的？我们发现基本上是呈现一个5-5开的局势。因为据我所知，上海这个活禽的治理办法是已经修改过一版的，那可能对它的一个定点的宣传和专门的一个普法的内容，我觉得还需要再加强。好的，谢谢雨佳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好的，谢谢凯旋。雨佳的这个出镜的感觉真好，外景的感觉太好了，可以，太厉害了，太好，留下来干活吧。这个我很意外，就是根据他们前面的这个交流以及对于他的回答，我觉得都很棒。就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准记者，就是万场记者做调查类记者的一个水准了。我觉得这是他目前最好的一次出镜表现。是的，对，是的，很高的评价了。就是啊，留下来干活了。你看晨晨老师笑得多自豪啊，太棒了，干净利落、准确，没有水词儿，全是有效信息，而且直面2个临时新增的问题，有条不紊，处变不惊。可以吗？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们，辛苦了，对。后续还有什么吗？电话联系你。对，电话就联系你们，就不劳烦你们再跑一趟了。行，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见，拜。可以吗？还可以，特别棒。也没有特别棒吧，就正规正矩。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件培训机构预付费卡的事情。昨天下午有市民向我们反映称，一家在浦东经营了超过20年的足球培训机构呢，突然是关停了，这让不少的学员和家长是既焦急又无奈。那就在家长和小学员们都无助之际该足球培训机构里的一批教练员表示，他们可以接受此事。但是谁曾想呢，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方却不支持教练们的这一做法。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上海体育场的记者张诗文。诗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吧。好的，那我来为您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现在站的位置是上海体育场足球场的前方，我身后的这样的一片足球场正值暑期，本来应该熙熙攘攘，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打球打闹，但是现在却空无一人，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把镜头转到足球场前面贴的这样的一纸公告。在之前的10几年呢，我身后的这个足球场一直是由足球来承包的，它是从2007年进入中国的一家足球教培机构，经历了10几年的时间，已经积累了一批非常忠实的用户。但是呢，在今年7月11号，足球却突然发了一纸公告，称现在已经停课了。我们的记者也多次打电话去联系在上海区的负责人，但是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对于这个情况，家长是怎么看的？让我们来连线一位已经在这里等候的家长。开场还可以，诗文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突然关停的这个消息？有没有提前通知您？没有收到提前的通知，我们得到消息是通过教练在微信群里发布，以及家长互通有无来知道这个消息。那现在咱们大概还有多少课时在这里？然后大概是预付了多少钱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付的是年卡，大概是9800块。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到期。那现在对于这个机构突然关停，然后孩子们没法上课这个事情，你有没有一些想实现的这种的预期？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在暑期尽快的让小朋友在户外多参加运动，能够让球场开放，给他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好的，我们其实还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批跟孩子们关系比较好的教练，已经在尝试组织一些小型的友谊赛，让孩子们踢球，熟悉这个感觉。也有一些教练在想努力去承包我身后的或者是其他的场地，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训练计划。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决定，咱们家长这边是知道的吗？这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也是通过家长个人的资源去联系到其他的体育场馆，体育馆一直是对我们大门紧闭的状态。我们还了解到，如果后续准备与教练去开展这样子的培训的话，可能有一些家长准备签署一个免责声明，让教练能更放心的来教学员。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因为我们考虑到教练出于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负责比赛的组织，如果是场馆方或者是教练方有这样的安全顾虑的话，我相信大多数家长是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信息分享。如果有后续的进一步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跟您跟进。好，来，咱们可以这边请。看上去好像出现了希望和转机，有一批教练准备义务介入到这些小朋友的训练当中，但是事实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吗？我是觉得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非常强，他是完全脱稿的，厉害。中传、播音第一、第二，不愧是师姐。我唯一是觉得说他在采访老百姓时的状态，面对镜头的时候，他那个气是很提的，但他那口气在采访的时候没松下来。他这种提问方式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之前在沟通的时候跟韵林说过这个自己提问方式的问题，因为他觉着这个嘉宾在连线之后还要进行采访，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但是他认为连线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要快速推进。对，快速推进，可能问更多偏闭合性的问题，一是把时间压缩，二是我整体可控，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技巧。我们也采访到了原先在的一个教练，他是教学主管，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现在他们的预期和情况。大家就达成一致嘛，我们自己接手这个校区，然后呢让学生恢复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要办理一个办学资质。然后办学资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我有一个场地租赁的合同，而且它也不是能马上实现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在上海，关停的机构不止体育场这一家，在和城这两家机构，其实它也是有了一个关停的状态，但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我们也联系到了教练，教练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另外一些机构为什么能恢复运营的一个原因。这个负责人呢，就是以前也是负责那个校区，他自己跟那个的物业就是签那个租赁合同，可能是属于这个国企单位，工作的一些情况和要求可能是跟那些机制中它是商圈，它是只要跟物业去达成共识，就基本上没啥问题。好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教练向我们提到的卡住他们的其实是办学资质，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了上海关于体育场承包和运营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司的营业执照、办学资质，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体育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学工作的。那么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体育中心的副主任，然后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份登记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突然消失之后，体育场呢是组织家长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登记，他们已经大概联系了多位孩子的家长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看起来是非常的负责和有条理的。那么他们的顾虑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家长和教练所愿，再把这个场地包给原来的教练团队吗？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副主任向我们提供了解答。这样一个开了10几年的机构，尚且会出现跑路风险这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运营资质的公司，可能也难以全然信任。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和发酵其实刚刚1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申请资质也是一个稍显漫长的流程，也需要等待它一步一步的向上去申请。非常完整，逻辑也比较清晰，然后准备的极为充分。他之所以能够连得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前期工作案头做得比较好。那么现在家长、教练和
体育这边的三方各自的诉求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如何在三方中间中和，取得一个问题解决的更好的方式呢？我们也期待有另外权威的第三方介入，或者是向法律方面去寻求帮助。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后续有新的信息，会随时来向您跟进。他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呢？凯旋要提问了。主持人。好的，诗文，我们刚刚有看到你采访到了一位家长，家长也提到非常真切的渴望，就是说他们都非常愿意和教练和场地签署免责声明。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去调查过，是不是真的签了免责声明就真的能够免责呢？好问题。凯旋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新闻实力，他对展现我为什么能拿到 offer？ 对，我在直播间里，他就听他们的，去现场记。哇，每人找到2个提问的问题。我这问题每个都提得很好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我来分为2个角度回答。首先，这个免责声明签没签呢？目前是还没有签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双方是无法开展日常的训练和培训工作的。那么第2个，我们也问到了，在上海从事律政工作的一位刘律师。刘律师给到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即使签署了免责声明，但是法律上的这个责任的归属其实有法律的认定，对方是否因为免责声明就可以不承担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呢？这个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再做商榷的。清楚。对，这都是有备而来啊，他已经做过律师的问询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家长即使非常真切的希望能够签免责声明，但是场馆和教练也有所担忧的原因。那我们还关心的第2个问题是，刚刚你也提到了，三方都有各自的诉求，那有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协调出来，为这件整个事情兜底呢？能做一些协调和商议，让这个事情进行下去呢？现在我们所联系到的比较权威的部门是上海浦东这边关于体育方面的主管部门。这个资质的批复呢，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节点的。如果我们要商议身后的这个场地是否能够租赁，可能需要向街道办相关的负责人去做一个联系。那么，如果我们去商议这个办学的审批资质是否能批下来，可能需要向上海文旅、上海体育去做商议。那么这2方今天上午我们也都各自在联系。希望得到更权威一些的意见，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得到一个更加好的解决，可以兼顾三方共同的诉求。好的，谢谢诗文，我们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的消息，为我们提供不管是办学资质还是场馆的申请资质，都能有一些绿色通道。凯旋问给他们问题，他们几乎可以对答如流。整个的这个连线的状态，我觉着思路也是比较清晰的，逻辑非常清楚。事情因何而起？家长的诉求是什么？现在教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为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这里不可以？原因卡在了哪里？我觉得整体逻辑是比较清晰的。那您觉得就是谁来协调是比较合适的？场馆所在地的这个行政的机关，比方说某一级的政府啊、街道。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免责声明这个东西，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合理的吗？我在想，在正常训练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问题，这个教练和场地都是可以免责的。教练的一些法定的一些义务，他是不能免责。免责声明绝对不可能排除所有的责任。这一点是确定的。他们之前都做了准备，真好，真的是有备而来。哎呀，哪有什么对答如流啊，全是之前的细致的案头工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押题押中了。我没想到他会提问，我也没想到。但你回答的很好。但是咱们昨天全问过，还好昨天打的那个电话全都问过，全都问过。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件暖心的事儿。早在2年前啊，深城的一家爱心饭店就会免费为周围社区重残的老年人送餐。这个故事呢，引起了网友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啊，这家饭店的马经理却再三地叮嘱记者，千万不要露出他们饭店的名字，因为他们只想要默默地传递这份爱心。那距离我们的记者上一次报道又过去了2年多的时间，那这家爱心饭店还在为老年人们免费送餐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再次来到了现场，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的观察和介绍。
好的，现场的记者，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好，正面报道了。俩哥们儿要来了，俩送货小哥们儿要来了。主持人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子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一家饭馆里。这家饭馆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它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因为这家饭店从2020年就开始为周边的有需求的老年人们提供免费的送餐食的这样一个服务。在来之前，我也在纳闷，我说，哎，这样大的一家餐馆，这样专业的一家饭店，它为老年人们免费送的餐和为平常的顾客们来炒制的那些饭菜，是不是会有区别对待呢？但是当我刚刚走进了他们的后厨之后，发现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因为他们的后厨正在精心的准备即将为老年人们送去的饭菜，他们此时也正在备菜。那么接下来跟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去他们的后厨来看一看。也挺生动的，也很好啊。我觉得状态特别好，状态挺好的，状态特别好。他很适合做这个。我就纳闷，对吧？这么一个专业的饭店，人流量又很多，在这个很适合，他就很唠嗑。我就觉得他做明星新闻主持人特别适合。现在感觉都被这个节目打磨出来了。这种压力状态下，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走到了他们的后厨的位置。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嘈杂的正在做饭的这样一种声音，因为他们此时正在进行晚餐的备菜的过程当中。那么每天的餐标呢，大概就是一个大荤菜加一个小荤菜，再加一个素菜，再加一个汤，所以说是3菜1汤的配置。那么关于出餐的标准，我们刚刚也问了老板，他们的老板特地叮嘱过厨师，说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的爸爸妈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吃饭，那你们在出餐的时候就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真的非常的令人动容。大家可以推一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备餐的整个场景。所以说是师傅们为大家炒制的饭菜和为顾客们炒制的饭菜都是用心对待、用心付出的。一直走到今天，其实他们的这些，餐馆的送餐的流程以及为老年人们的服务也在做一些调整，包括此时，他们就会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还会在我们的楼底下，就是这家饭馆的楼底下，开设一个类似于小的这种的爱心食堂，他们会放一些非常的价格实惠，然后物美价廉的这样一些饭菜来供周围的叔叔阿姨们进行购买。其实说了这么多，包括我，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其实都在好奇，说究竟是怎样的动力，或者是说怎样的一种信念，来支撑着他们6年的时光，一直坚持不懈地做这件事呢？那么这家餐馆的经理马经理此时也在前方等着我们，走，我们去找马经理来聊一聊。胡子泰的语言表达就是轻轻松松，话不落地。我觉得挺好的，状态很好，状态特别好。就他很适合一个人在那儿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马经理来简单的聊一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6年的时光，您是保持怎样的一个信念或者说一个心态在做这件事的呢？就2个字：感恩。因为我们在长桥开这么长时间，10几年下来，一直是周围的老百姓在支撑我们。目前现在有点业绩了，我们也想对周围的需要我们帮助的老人做点就是回馈。那马经理，说实话，6年的时光非常的长。那么在6年的时光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特别的令您动心、令您动容呢？有一位陈老，他说我们送餐的小哥比他儿子还要亲。后面林阿姨跟我们说，走到大街上都会跟其他人宣传，去我们家小马的店那边去吃饭。让我感到非常的就是说，自豪、光荣。其实我觉得这不单单就是一个送饭和吃饭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儿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真的能展现人性光辉的这样一个事迹。那么马经理，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这件事儿他会继续做下去吗？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的。我们给所有送餐的老人承诺过，只要我们店开着，他们就会有一口热腾腾的饭菜吃。真好，天哪！这句话听着很暖心。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送餐关系，5、6年下来，更是有一种儿女和父母亲一样的亲情什么的这些点。还有呢，我觉得子泰也是设计了一个动线，还有戴口罩的动作什么的，就是可看性还可以。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前采过程当中呢，您也一直在强调说不要把我们店的名字泄露出去、透露出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正向的事情曝光之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顾客闻名而来嘛，也会给咱们的店增加一些收入啊，或者一些客流量。那为什么即使有这种诱惑在，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说默默无闻的去做这件事儿呢？我想呢，我们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只想就安安稳稳的，把这几位老人服务好。子泰这个问题很好，问到了大家很想了解的事情。就是像我在来之前，以及马哥之前跟我透露的，他说其实很多人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来到这儿的，因为他觉得说，哎，免费送饭，而且一送这么多年，是不是在作秀呢？我其实来的时候，我也抱着这样迟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种好事其实有，但实在不多。但是我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呢，听马哥讲了他们的故事，而且在今天上午送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亲自去了被送餐者的家中，他们那种流露出来的真挚的情感和感激的眼神是没有办法修饰的。所以说在那一瞬间，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这家店其实真心的是在发自肺腑的为大家做一件实事儿。所以像马经理刚刚说的，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就想着继续把这件事儿安安稳稳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做下去。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的采访呢，我们的连线环节比较短，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之后会以一个民生小片的方式为大家呈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动人的故事，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子泰，其实我刚刚也有介绍过啊，其实早在2年前我们就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了。那同样也是这家餐厅。那在你看来，2年前的报道，或者说通过你的观察，2年前他们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他们之间的变和不变分别是什么呢？哇，嚯，这已经有点考题的意思了啊！这个老师真的很尖锐。凯旋老师，让你很难凯旋的凯旋老师。凯旋老师已经完全在降维，不是有点那种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得住招那种感觉了。对。在我看来，他们的变是我觉得流程更加的完备了。一是老年人的这个收餐的人数在变，因为我们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因为有的一些老年人当时可能有这个需求，现在不需要了，他们也会主动来跟我们餐厅沟通，主动来跟马经理说，哎，我们不需要这份饭食了，你们可以把它留给更加有需求的这样其他的这个老年同志们。然后也有的一些有了这样的需求，我们也会增加进去，所以人数是一直在变的。那么不变呢，我觉得是初心和菜品的质量以及对顾客的态度是从来未曾改变的。答得好，那好。好的，子泰，那我想我们爱心是需要弘扬的，但是啊，兜底不能只靠商户的爱心。那就你的走访和了解，你有没有看到附近的居民除了爱心之外，他还要一层需要兜底的老年人需要保障的？这个保障是由谁在负担的呢？因为我不能全靠爱心去做一个兜底。哎呦，这是子泰想走的方向。对，独居老人、留守老人递到这儿了，这个很棒。硬性的兜底保障，因为今天我们在第一站在长修区街道的时候，他们其实设立了一个叫老年人公益联盟，叫老年人服务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呢，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不只是有像马经理在做的免费的送餐、免费的送饭食这样一个行为，在这个联盟当中呢，还囊括了比如免费的理发。然后今天我们的详细的了解到，如果有老年人有理发呀、修眉毛呀、修胡子呀、刮脸的这种需求，我们在这个联盟当中呢，其实也会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说，有了我们这个老年人公益联盟的存在，其实老年人们的生活其实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和兜底的。他还是有做功课，他还是了解到了这一块。好的，谢谢子泰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期待你的后续报道。好，我们再来转换一个话题。最近啊，上海刚刚经历了几天的晴朗炎热，从明天开始呢，深圳又要进入到接连阴雨的模式了。但是这阴雨却让家住在普陀区小区11号楼的业主们啊感到焦急万分。原来呢，他们楼栋里的2部电梯在7月31号那场暴雨当中啊，被直接漏成了水帘洞。而更让居民们感到揪心的是啊，这幢24层高的大楼内的2部电梯已经停运多时了，业主们上下楼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实在是吃不消。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庞征。他这儿才压力大哟，信号啊，小心信号问题，那真的。庞征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普陀区
小区11号楼的居民楼的内部，然后我现在所在的楼层是24层楼。虽然同样是在上海啊，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普陀区呢，它的平均海拔地势是3到4米，相当于上海市主城区的平均海拔，它有1米左右的落差，地势相对会比较低洼，所以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呢，它的积水问题暴露的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就在5天前，7月31号的下午5点左右，一场大暴雨席卷而来，我身后的这2部电梯呢，它们当下都化身了水帘洞，然后因为渗水过于严重，所以在当下2部电梯是同时停运的一个状态。一直到第2天下午的4点左右，也就是中间大概有24小时的时间，给这一栋楼里的居民们的出行和生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整栋楼一共住着192户人家，而且在我们前期的了解当中啊，发现住在高层其实以老年群体比较多。旁征就是它的表达，这种语音语气。就是还挺接地气的，对，就比较生活化的表达，很自然，很舒服。对，这个完全就是实战的那种经验，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居民代表，让他来说一说当时下暴雨的时候，这个电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和问题。我们有请张女士。谢谢，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7月31号下雨的那一天，当时这2部电梯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雨应该是从5点多开始下的，陆陆续续开始越来越大，属于大暴雨状态。然后呢，我是在6点钟的时候发现，我是从 B 电梯下去的，然后在里面开始有点漏水，然后一直到我9点不到1点回来的时候，这部 A 电梯是停在我们6楼，然后是出现很大严重漏水的情况。一直是外面渗水渗到这边应急通道，然后第2天呢，我从楼梯走的时候，从6楼、5楼、4楼一直到4楼都是满楼梯上都是水。据您了解，就是在当时的24个小时停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出行困难，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案例？因为我们是属于高层嘛，楼里也是老人比较多，然后基本上从当天的晚上7点开始停运，然后第2天物业方开始维修的话，一直是到下午3、4点钟才修好，就1部电梯修好，但是运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出现了就是偶尔会突发情况停掉。就不是很通畅。相当于它在24小时之后已经完成了维修，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陆续的故障。对，因为你整个电梯大概是有将近12个小时是泡在水里的，因为他们是第2天一早才拿抽水机来抽那个下面的积水。然后你所有的电路啊、电板啊，包括按键、其他的那些配件，全部都是在水里面浸泡着的。那在这24小时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收到维修的信号，或者说物业的一些就是工作的支持和抢修？居委有这边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进修的一个进度，就现在还在抢修，请你们耐心等待。到3、4点钟修好了，他通知我们这边 B 电梯已经可以运行了。然后大家才陆陆续续开始上上下下的，但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有坏掉的情况。有一家人家我看到他是说他到15楼好像突然之间停掉了，等他电梯再亮的时候已经到19楼了。好恐怖啊！这事情其实真的蛮触目惊心的。有没有收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这辆电梯它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但是在修检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对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呢？这次的事情呢，大家主要是几点。第一，我们想知道的是，电梯进水是什么样一个原因，然后后面我们后续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一方就这个事故造成的责任方是谁。那第2个就是我们主要是想更换电梯因为它已经到了报废年限了，在这个更换之前，先要保证我们现在老电梯的一个安全运行，然后尽快落实到这个更换电梯的事情上去。就是现在核心的诉求其实已经提得非常的明确了。我们谢谢张女士给我们的介绍啊。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物业方。那针对住户的核心的诉求，物业方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抢救的行为，以及对于换梯的这个行为，物业方会给出一些什么样具体可行的方案？我们有请我们的物业负责人。太厉害了。您好。是这样的，在7月31号下午大概是5点左右的时候，当时是突然降了比较大的那个雨，造成我们其实市政积水，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地势比较低嘛，市政的水呢就倒灌到我们小区来，然后造成我们小区的道路呢大概都有
基本上到小腿这样子积水。我补充一下，那刚刚其实用户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这一次的积水倒灌，包括电梯停运的最根源的原因是什么？电梯的这个专业单位，这个维保单位呢，也出了一个就是关于这次整个事情的一个报告。那么它里面就是外部水的侵入，造成很多部件呢就是那个受潮。我们这个电梯呢已经运营了大概30年不到的27、28年了。那么然后它的配件啊各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像那种新电梯供应的这么快。维修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们2台电梯，我们当时要求这个维保单位，我们要求抢修。其实我们最早的是希望8月1号早上的时候呢，能够不影响那个小区居民的正常的上班。好，就早上我们想抢修出来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然后就是向居委会借了2个电风扇来吹，然后让它干。好的，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基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然后待会儿我们再对您进行详细的一个采访，好吗？好，谢谢啊，谢谢。旁征他能把复杂的问题问清楚，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能及时打断，对现场节奏把控是很强的。找的采访对象都不错，说得很清楚。我真的对上海市的居民真是刮目相看，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达能力，非常清楚。感觉真的，他们就是经过这几个课题之后变强了好多。根据刚刚的这个物业方的介绍呢，其实在24小时之内，物业其实是做了一定的一些补救措施的。但是针对用户更加关心的是换梯的方案具体怎么执行、怎么落实。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居委会的负责人，然后有请我们的薛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它要进行换梯的话，它现在的难点和卡点是堵在了哪里？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居委会和业委会都已经在沟通了。关于这个电梯的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说明，还有关于刚才那个周女士关心的，我们后续的这个物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说还有我们的电梯的更新的这个流程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钟会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居委会会议室召开一次专项的会议。我希望就是大家到时候也积极的建言献策，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好，谢谢薛主任啊。今天我们非常幸运邀请到了3方一起来聚集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住户的诉求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明确的啊，在事故发生之前能够进行提醒，在事故发生之中能够进行及时的补救，然后以及最终的这个方案如何落地，每家每户要分摊到多少的金额，换梯的流程和具体的方案要如何的实施和操作。我们今天因为现场的信号原因啊，这个小区相对来说比较老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展示更多的点位，但是在我们后续的跟进的详细报道里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然后以及最终方案应该如何落地。好的，主持人，这是我们现场发回的报道。这一组在选择连线嘉宾上选择了3方代表不同视角，给观众呈现的信息量足够丰富。好，黄征，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信号干扰问题，我们没有听清楚，所以居民到底是被这个电梯停运困扰了几天呢？电梯停运主要是困扰了不超过24小时，从当天的下午的5点钟开始下暴雨，下暴雨的2个小时之后，大概在7点钟，这2部电梯就已经完全停止了运行。经过物业的抢修，到第2天下午的4点左右，2部电梯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但在用户乘坐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陆陆续续的小故障，这是现在的情况。那这个故障目前是可以乘坐的吗？还是说它的安全隐患其实也是不可以乘坐的？现在因为整栋楼层它的层高有24层，以及住在高层更多的是老年人群体，所以其实除了爬楼之外，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通过这2部电梯。所以即便在现在还会出现一些故障啊、停电的情况下，大家的主要出行方式仍然是2部电梯。但是你有没有去确认过，那电梯维保的单位或者是电梯的这个运营商有没有跟他们确认过现在的故障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呢？我觉得问题针针见血的，还真的一直好。我们跟电梯的维保部门以及跟物业部门双方都已经确认协商过，现在在乘坐的过程当中，相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只是这个隐患是存在的。因为在维修、在年检、在他们的日常维护当中，他们都是通过了这个合格的报告，只是因为这一场大雨，这个问题它被显现和激发出来了。
好的。我们同时也非常的关心啊，在上一次维检和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呢？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电梯的上方内部看到上一次维检是什么时候？电梯的定期的维修报告，物业方暂时是没有向公众和市民去公布的，这也是住户最核心的诉求，就信息公示要透明，过程要公开。然后在电梯的内部是没有发现明文公告张贴出来的一个检修的报告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物业方在后续他们要进行去提供的一个公开的信息和证明的报告。好的，谢谢庞征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其实他对这些核心信息都有掌握，但是如果凯旋不问呢，前面的采访当中，其实我就得不到这些信息。但我也看进去了，我就看看他怎么说呀。我要看看他怎么说。这个很好看，就是庞征这条就是挺看得进去的，因为他们的表达也挺丰富的，对吧？声情并茂，但他有核心事实不清楚，你知道吗？是关于那个电梯运行时的质量问题，就是这个电梯到底现在有没有人对它的安全运行负责任啊？就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就是通着电，然后还在漏着水的时候，怎么去评价它的安全性？谁为此负责？对啊。好的，新闻方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爆料、求助、交流、评论，欢迎通过新闻方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这就看出来经验，凯旋的那个整个的那种经验、那种气场表达就